说到这个花飞花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有一个大品牌啊，这个它出一系列的花儿，也有点花飞花的概念。有很多的那个绒花爱好者或者簪娘或者簪郎们呢，曾经让我呢说想让我点评一下那个花儿。以花会友的热度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簪娘呢，把你的作品能给我们寄过来，我们也欣赏一下，咱们一块儿呢共同进步。那么这个簪娘呢，就寄来了一朵花，我本来想提前看看，但是呢，这里有很多拉菲草，所以说呢，我就没拆啊，待会儿咱一块儿拆看看它的花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里头呢，还有一张纸条，我在这儿给大家念一下啊。蔡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绒花爱好者，每天工作之余呢，能做绒花，我就感觉到十分开心。一直自己学习做花，有时候呢也会感到一些寂寞，希望能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姑娘们一起交流学习。十分感谢蔡老师能举办这次以花会友的活动，并且让我参加学习，祝诸事皆顺。一个绒花爱好姑娘啊，纠正一下呢，这纸条里一个小问题啊，不是这一期我们以花会友呢是一个固定的栏目，所以呢，希望更多的簪娘爱好者们或簪郎们把你的花给我们寄过来，咱们一块儿去学习品鉴啊。这是这个姑娘写的。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去看看它的花是什么样子。因为有很多这个拉菲草，所以我可能注意点，别给人弄坏了。咱们慢慢来啊。其实下次大家在寄花的时候呢，我建议啊，别搁这些拉菲草。如果怕你的花弄坏呢，有一种蓬松棉叫颗粒棉啊，它不是那种一块一块的，是有小球的，你可以把它填充在里头，可能效果比这好，因为它这种丝状这种东西容易刮在花上啊，不好弄，把花反而容易弄坏了。你可以试一下。你看这个拉菲草就把这花给挤了，大家看一眼啊，就这块，所以注意这个不要这么运输。这是两朵花，一朵呢，这是我能看得出来，这应该是百合啊造型的花。那么这个花呢，我现在因为有点变形，我看一眼啊是什么样的花。这个花儿，其实它也可以叫花飞花吧。我觉得其实，绒花嘛，不是非得要做仿真花，所以也无所谓啊。这花儿其实从颜色上来说呢，这花的颜色其实真的挺好的，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叶子的颜色呢有点沉重，可以把这叶子的颜色呢我们再调换一下，大家看看是否效果更好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叶子你用的是什么丝啊？怎么那么硬啊？这用的什么丝啊？这叶子啊，真够硬的，这够费手的吧？这个铁丝吗？我看0.几的，不是，我觉得真有点像铁丝，从硬度上不像是铜丝的感觉啊，有点像铁丝的感觉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我不知道，它看不出来了，因为看不出来它用的什么。其实这个花型整体结构非常好啊，它不死板，生动活泼啊，真的很不错啊。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去琢磨一下，让这花呢更加灵动。我们现在其实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做花做时间长的，有时候特别想追求一个花的完美，但是呢，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把花更往更抽象的方面去发展，让这花的灵动感啊、美感、效果，这样能体现出它的这种美感和效果。我觉得这种想法真的不错，而且它的搭配了点这个配饰，而且还不多。你看这配饰搭配的不多，但是也真正起到了一个点缀的作用。
特别是它这俩配饰球的这个颜色跟这花整体也比较协调啊，又起到点缀作用，但是呢也没有给它显得特突兀。绒条的绒呢也不错，尖儿呢这个煞子呢也挺尖的挺好。这个花蕊呢，其实你可以再高出点来，有点太往里低了，完全堆在花这儿了。我可觉得再高出点来，效果可能是更好花瓣这花蕊再起来一点，再高出1厘米，整体效果就更好了。这有点显得有点堆在中间了。别的我觉得这花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从它这个做工上各方面很不错，很不错。然后特别是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诚心这么处理的就这个你看这个花瓣这个尖儿你没粘上，因为它这种花瓣呢，我看你别的很多大部分粘的都挺结实，都挺好，就这有2-3个，这个有缝儿。这个粘呢，我建议呢，如果你是这么处理的话呢，还是从尖儿这儿粘一下这么着呢可能好看别的这个花呢就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了，我觉得挺好。这个花呢应该是按百合去做的，应该是我没猜错的话效果不错它特别是花蕊这块处理的花蕊特别好这花蕊处理的特别好，而且呢整体的这个组装到后面这块你看也不显得笨重，也不显得蠢非常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呢，因为你没有做出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它是胸花呢还是头花呢？如果作为胸花你没有搁胸针，如果作为头花呢，这个后面这块呢又有点少短，我不知道你这是还没做完呢，还是没想好要做什么如果你要想把它作为一个簪花，你也可以做成软簪，把这块就直接延长，所以软簪也可以，这种处理方式没有问题。颜色搭配上呢也挺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小问题呢，就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白呢，别让它完全做成白的了。这个既然你这儿是粉的，这块粉的可以把这块做很浅很浅的粉你可能看着就是白的，但是你跟别的白的一对比，它就是粉，这么着显得呢过渡色更柔和一点不会显得那么，这显得稍微有一点点的跳，就主要是这个问题。然后还是那话，最值得表扬的这簪娘的煞活这个功力不错这尖儿煞得非常漂亮尖儿煞得非常漂亮，非常好而且这个绒条的这个蚕丝可以再稍微多一点可以再稍微多一点，可能出来的效果更好了特别是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你要稍微换个颜色呢？你看，如果你不换颜色的话你看这块就很明显的里面这个金属丝太明显了，咱们可以再稍微密实一点，或者你换个颜色，把它里面这个金属丝再稍微遮盖一下这非常漂亮。而且我看你用的是紫铜丝用的是紫铜丝，所以紫铜丝跟黄铜丝的区别，就紫铜丝就会这种效果，所以绒再多一点就会效果更好。我们现在收到了很多簪娘寄来的作品这个每个人的包装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给大家建议一下的，在提高这个花的品质的同时呢，可以再把包装的提高一下，因为你看，大部分都是用的来的是软包装，你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包装的，其实对这花的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损耗，特别是你要拿铁丝吊的这种，我原来就拿铁丝吊，这种吊子呢，人拆的时候也很容易把这花给拆坏了拆伤，因为很多这个买花人他不会去修复，所以这种花造成损伤以后呢，他没法进行处理。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改一下这种包装，用这种硬质包装你看这种包装呢，用完以后呢，大家就它不至于损坏而且更有好的装饰性。你把它摆在家里头，你看装饰性的强又美观而且它呢，特别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运输当中不至于把花给弄坏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考虑，其实没增加多少成本，但是为这个花呢增加了很多为这花呢增加了一些附加的一些东西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那么这个簪娘呢就寄来这2朵花不错。然后呢，特别是这个花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它不是一个具象的概念，
有点花非花的概念。说到这个花非花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有一个大品牌啊，这个它出一系列的花儿，也有点花非花的概念。有很多呢那个绒花爱好者或者簪娘或者簪郎们呢，曾经让我呢说想让我点评一下那个花儿，但是因为呢我没有见到实物，我不能在这儿胡说八道，所以说呢，我想了啊，既然大家都喜欢，以花会友，都想让我点评一下，那么我准备自己掏钱买一朵回来。等那个花呢，等我买回来以后呢，咱们录一期节目，咱们大家一块儿品鉴一下那朵花。